哇，今個星期嘅市場真係 V 到你唔信。如果你有睇我喺 Patreon 嘅文章講嘅高 VIS， 加上股市接近高位係用漲 melt up 信號，咁你今個禮拜應該笑得好開心。啱啱過去嘅星期五10月24號，美股三大指數齊齊破頂，創收市歷史新高。道指收市報47207點，升咗472點，歷史上第一次企穩喺47000點樓上。標普500都唔執輸，收報6792點，盤中一度突破6800點大關。納指亦都升咗超過1.1%，成個市場好似開緊派對咁。但係呢，喺呢片歌舞升平嘅背後，我睇到嘅數據卻係充滿矛盾同恐懼。呢個反彈可以話係史上最被憎恨嘅 V 型反彈。點解我會咁講啊？我哋睇一睇黃金喺10月21號。黃金先嚟一場5年嚟最慘烈嘅單日閃崩，一日跌咗6%。但轉個頭，美銀引述 EPFR 嘅數據話，截至10月22號嗰個禮拜，黃金基金竟然錄得史上最大嘅87億美金流入，即係話一大班人喺最高點衝入去，然後冇幾耐就即刻被屠殺。星期五10月24號，金價已經回落到4044美元左右，一邊係股市高處未算高，另一邊係投機者加密貨幣開始見到資金流出。呢種極端嘅認知失調 （cognitive dissonance） 正正係我哋今日要拆解嘅核心。究竟呢個係牛市派對嘅延續，定係最後嘅瘋狂？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呢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好，翻嚟正題，點解美股喺星期五10月24號會爆升得咁犀利啊？答案好簡單，數據。因為美國政府停擺而延遲公布嘅9月份 CPI 數據終於出爐啦，結果係點啊？係啱啱好。美國勞工部公布9月 CPI 按年升3%，低過市場預期嘅3.1%。核心 CPI 按年都係升3%，同樣低過預期。主要係因為租金同服務價格明顯降溫。呢份數據對於華爾街嚟講，簡直係天籟之音。佢完美咁印證咗一個劇本：通脹受控，但係經濟未死。點解經濟未死？因為同日公布嘅美國10月份 PMI 數據，無論製造業定服務業都好過預期，處於擴張區間。但係點解又話通脹受控啊？因為早幾日公布嘅9月份 ADP 私營就業數據，竟然意外咁減少咗3.2萬人。換句話講呢， ADP 反映呢就業有啲弱啦， CPI 反映通脹又唔高，但係 PMI 反映企業活動又 OK。呢個呢就係聯儲局最想見到嘅金髮女孩 Goldilocks 局面啦，所以市場即刻將下個禮拜聯儲局減息0.25厘嘅機率推到100%，唔單止連12月再減多次息嘅預期都打得好足。我哋喺10月21號 Patreon 嘅文章提過，市場一早就瘋狂壓住聯儲局會激進降息，當時 SOFR 期權嘅未平倉合約創咗92.6萬張嘅歷史新高，而家 CPI 數據證實咗佢哋嘅賭注係啱嘅。呢個就係今次大市破頂背後最核心嘅宏觀驅動力。但係老實講啦，如果齋睇宏觀數據就可以去炒股啦，咁個個都發咗達。我哋要深入挖掘嘅係數據背後嘅人。我睇住美國銀行最新嗰份10月全球基金經理人調查 FMS， 真係覺得好有趣。呢個市場正處於極罕見嘅認知失調狀態。第一，佢哋把口點講 FMS 調查問班基金經理，你點睇個市？有高達54%嘅經理人話 AI 股票而家係一個泡沫，呢個比例係創咗歷史新高。另外有剩60%嘅經理人話全球股市已經太貴，overvalue， 呢個又係一個歷史紀錄。第二，佢哋實際點做？把口話泡沫太貴，咁啲錢應該好保守啦，掛錯。FMS 數據顯示基金經理嘅平均現金水平已經跌到得返3.8%，呢個係咩概念啦？呢個係2013年以嚟足12年嚟嘅最低水平。你睇唔睇到個矛盾？佢哋個腦話俾佢哋知風險極高，泡沫化嚴重，但係佢哋雙手就不由自主咁將最後1蚊現金都掟入股市。呢個行為我哋有個好簡單嘅總結，就係FOMO錯失恐懼症 （Fear of Missing Out）。佢哋唔係驚虧損，佢哋係驚錯過呢場派對。唔單止機構，我哋再睇埋散戶。喺10月22號 Patreon 嘅文章，我哋分析過，代表散戶情緒嘅 AAII 淨牛熊比例竟然係-11.7%。標普500今年升咗超過15%。但係市場普遍嘅悲觀程度竟然同2008年金融海嘯嗰陣差唔多，所以我哋而家身處嘅就係一個由機構 FOMO 同市場上多數人極度憎恨所構成嘅 V 型反彈。咁面對呢一種精神分裂嘅行情，我個人嘅策略係點？好簡單，相信數據而唔係相信情緒。我有3個核心數據。
支持我目前嘅倉位管理。第一係我喺10月21號 Patreon 嘅文章提過嘅融漲信號，當 VIX 恐慌指數飆升到高位，好似上個星期咁一度逼近29，但標普500指數收盤價仍然企喺歷史高位3%範圍內嘅時候，歷史回測話我哋知呢個係一個極度睇漲 bullish 嘅信號。歷史上呢個信號出現之後，未來一年標普500嘅上漲機率高達84%，呢個唔係頂部，而係融漲 melt up 嘅前兆。第二係季節性。根據我喺10月22號 Patreon 嘅分析文章，我哋睇返自1928年以嚟嘅美股季節性統計，美股喺經歷咗9月同10月嘅震盪之後，而家10月下旬正係企喺全年最強勁嘅起漲點上面。11月同12月歷史上係全年表現最好嘅2個月。第三亦係最重要嘅係市場嘅地板。點解個市喺咁高估值？我哋喺10月23號 Patreon 嘅文章拆解過美銀20項估值指標，有19項都偏貴。美國國債總額啱啱突破38萬億美元咁高債務嘅情況下，都跌唔落啦。答案係企業本身就係最大嘅買家。根據高盛嘅數據，2025年到而家，美股嘅回購授權金額 buyback authorizations 達到1.15萬億美元，年增16%，創下歷史新高。呢1.15萬億嘅買盤就係市場最大嘅地板。所以我個人嘅做法係，我唔會喺呢個位去做空，但係同時我亦都唔會盲目去追逐啲已經炒完嘅敘事。我嘅策略係輪動 rotation。我話敘事炒完係有根據嘅。喺高估值嘅環境下，市場唔容許任何瑕疵，呢個就係去敘事化 degrossing 嘅過程。高盛有張圖完美展示咗呢一點。過去幾個月最強嘅動能因子同黃金喺10月份同時出現劇烈跳水，呢個代表最擁擠嘅投機交易正喺度平倉。咁資金去咗邊？好多人會話咁咪去防禦板塊咯，好似公用股 ETF XLU 咁，你又錯啦。我喺10月23號 Patreon 嘅文章警告過，公用股 ETF 嘅股息殖利率而家已經跌到2.6%以下，呢個水平比2000年科網泡沫 .com era 時期嘅低點仲要低。當一個防禦板塊貴過科網泡沫嗰陣呢，佢就已經失去咗防禦屬性啦，呢個係一個巨大嘅估值陷阱啦。咁睇翻星期五10月24號嘅市場，真正領漲嘅係邊個？係福特 Ford， 因為財報亮眼，大漲13%。另外係 AMD 同 IBM 分別大漲7.6%同8%。點解啊？因為有報道話 IBM 可以透過 AMD 嘅晶片去做量子運算嘅糾錯。你睇到個趨勢未？資金正喺度由舊敘事，好似黃金流出，轉移去新敘事，例如量子 AI 同埋有實在業績嘅股票。另一個輪動唔係短線炒作，而係一場可能持續到2026年嘅資金大遷徙。我哋睇翻10月23號 Patreon 嘅文章入邊，美國銀行嗰張對標普500盈利增長來源嘅預測圖，張圖好清晰咁顯示2025年 TMT 貢獻咗標普500高達65%嘅盈利增長。呢個就係點解今年科技股咁屈機。但係睇埋2026年，美銀預測 TMT 嘅貢獻將會腰斬，跌到得翻44%嘅。咁邊個嚟接棒？答案係 Cyclical Tech， 即係排除科技股嘅週期股，包括能源、材料、工業、金融等等。佢哋嘅盈利貢獻將會由今年嘅19%飆升到2026年嘅42%。呢張圖解釋咗所有嘢。佢解釋咗點解基金經理 FMS 對未來12個月全球衰退嘅預期已經降到2022年2月以嚟嘅新低，因為機構投資者根本唔擔心衰退，佢哋嘅主流觀點係經濟足夠強勁，足以支撐週期股喺2026年嘅盈利大爆發。市場已經開始為2026年嘅週期股歸來進行定價。睇完股票，我哋快速掃描一下全球其他資產。喺 CPI 數據偏軟之後，美匯指數 DXY 回落到98.7水平。值得留意嘅係地緣政治，特朗普 Trump 因為一個廣告突然宣布取消同加拿大嘅貿易談判，同時佢又展開亞洲之行去日本、南韓、馬來西亞，目的係簽署關鍵礦產協議，明顯係為咗喺11月同習近平會面之前增加籌碼，同時削弱中國喺稀土供應鏈上嘅控制。黃金，正如我開頭所講，係一個完美嘅敘事破滅案例。閃崩加埋創紀錄嘅資金流入，然後被套，典型嘅散戶陷阱。原油 WTI 亦都偏軟，喺61.5美元左右徘徊。比特幣 Bitcoin 星期五10月24號一度升穿112000美元，走勢有啲回穩。但係我哋要留意一個背馳信號。根據 EPFR 數據，同樣喺前嗰個禮拜，加密貨幣基金錄得10個星期以嚟首次嘅資金贖回，走咗3億美金。價格雖然回升，但係資金開始走，呢個係一個警號，要密切留意。好，總結我哋今日嘅分析。第一，美股破頂係由 CPI 數據良好所觸發嘅融漲。
而且有季節性同巨額回購托底。第二呢，市場正處於認知失調，機構講一套做一套，口裏話唔好，身體卻好誠實，市場大多數人極度憎恨呢個反彈啦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一場大輪動已經開始，敘事交易之中嘅黃金正喺度退潮，資金開始為2026年嘅週期股歸來做準備。所以我個人嘅睇法係，而家嘅問題唔係你應唔應該喺市場入邊，而係你嘅錢究竟擺喺邊個板塊。2025年嘅劇本已經接近尾聲，2026年嘅劇本正喺度開始。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